革命事业的接班人。太阳懒懒的晒来晒去，玉米的头皮都有些痒了。王连芳还在和外孙女开会，玉米则不停地挠头，越挠越痒。玉米想，还是洗个头吧。这个决定是心血来潮的。玉米把玉秀喊到天井里来，这丫头今天更懒，整个上午都无精打采的，一有空就躺在了床上。玉秀不是懒，而是肚子疼了。玉米让玉秀给她倒水。玉秀走路的时候，脸上始终挂着痛苦的神色，像忍着什么。玉秀给玉米架好洗头盆，开始给玉米洗头了。她的两只手放在玉米的头上，三心二意的，有一搭没一搭的，手指头也不利索，一会儿特别卖力，一会儿又软绵绵的，还要停下来歇会儿。一旦停下来了，玉秀的喉咙总像是被什么堵住了，发出很困难的声音，最终又发不出什么声音了，只是不停地喘气。玉米有些不耐烦，说：玉秀，怎么了？玉秀没有开口，嗓子里嗯了一声。玉米真正发现玉秀不对头，是在太洗头发的时候。到了第二遍，玉秀本来该把脸盆里的水泼了，玉秀却没有，反而蹲下了身子，目光直直的，一动不动。嘴里的动静倒是相当大，像是被烫着了。玉米注意到玉秀的额头上挂着几颗汗珠，说：你还穿着做什么？玉秀没有动，目光却特别的固执，慢慢的向墙边退。玉秀一到了墙边，好像找到了什么依靠，歪在墙上，闭上眼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，还是没有一点声音。玉秀把她的双手伸到了大衣的里面去了，在大衣的里面慌乱的解、扯、拉，是一根布带子。玉秀就那么闭着眼睛，张着嘴，一点一点的把布带子往外拽，越拽越多，越拽越长，都有点像变魔术了。后来玉秀长长的出了一口气，这一次出声了。玉米听见玉秀哦了一声，既像痛苦不堪，又像快乐万分，随后又忍住了，没了动静。玉米发现不对头了，觉得事情大了，走到玉秀的跟前，劈着头，头上不停地滴水。玉米小心地拽了拽玉秀的大衣，玉秀这一回没有挣扎。玉米厉声说：玉秀，你站起来。玉秀强忍着，闭着眼睛，光顾了扭动她的脖子。玉米一把拉起玉秀，说：你站起来。玉秀硬撑着站了起来，裤带子已经松开了，刚刚起立，裤子已经滑下去了。玉米掀起大衣，掀起玉秀的衬衣，玉秀巨大的肚子十分骇人的鼓在玉米的面前，被阳光照出了刺眼的反光。玉米失声说：玉秀！玉秀歪着脑袋，斜着眼睛看玉米，只顾了换气。玉秀扶着玉米，慢慢的跪在了玉米的面前，轻声说：姐，不行了。玉米一把揪起玉秀的头发，说：谁的？玉秀说：姐，不行了。玉米揪着头发往下摁了一把，玉秀的脸扬起来了。玉米疯狂地问：谁的？王连芳在玉米的身后说话了。王连芳说：玉米，别问了，反正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。第二天的上午，玉秀在县城的人民医院生下了她的儿子。玉米恳求医生替玉秀引产，医生却拒绝了，过了时机。这个时候引产太危险了。
玉米到底是玉米，并没有乱。他捏着郭嘉兴写给县人民医院院长的介绍信，什么事都处理得井井有条的。但是玉米有玉米的心病，他要亲耳证实玉秀肚子里的孩子究竟是谁的。一路上，玉米都在严刑拷问，他小快艇上抽了玉秀10几个耳光，抽累了又拽玉秀的头发，甚至揪下了一把。玉秀犟得很，就是不说。玉秀的2个嘴角都流血了，就连玉米都下不去手了。玉秀却死都不说。玉米一边哭一边骂：“没见过你这么贱的！”把玉秀送进了产房之后，玉米人也乏了，静静地和小快艇的司机坐在过廊的长椅上。玉米从司机的手里接过自己的女儿，叹息了2声，无力地闭上了眼睛。但是玉米的眼睛却又睁开了，回过脸来望了一眼司机，慢慢地站起了身子，突然对着司机跪下了。司机吓了一跳，正想拉他起来，玉米却说话了。玉米说：“郭师傅，替我们瞒着，拜托了，求求你了。”司机连忙跪在玉米的面前，慌忙说：“郭师娘，你放心，我以党性做保证。”玉米听到这句话，站了起来，重新坐下去，脑子里却开始盘算医生的问题。孩子生下来之后怎么处理呢？怎么处理呢？是男是女都还不知道呢。究竟年轻，不到半个小时，玉秀就把孩子生下来了，顺当得很。医生走到门口，拉下脸上的大口罩，玉米走上去，一把拉住医生的手，问：“男的女的？”医生说：“男的。”玉米不说话了，心里滚过一阵难言的酸楚。玉米对自己说：“下作的东西，你倒有本事。”医生望着他，还在那里等。玉米的嘴唇动了几下，叹了口气说：“还是送了吧。”一切都关照好了，玉米走进了病房，青着脸站在玉秀的面前。玉秀面无血色，脸色比纸还要苍白，整个人也没有一丝力气。玉秀的手却从被窝里伸了出来，轻声说：“姐，让我看看孩子。”玉米没有想到玉秀居然有脸说出这样的话来，一张脸即刻就涨紫了，脱口说：“玉秀，你要点脸吧。”玉秀喘着气咽了一口，人却格外的固执。玉秀说：“姐，求求你。”玉秀无力的指头已经抓住玉米的胳膊了，玉米甩开了，说：“死了，扔在茅坑里头，你能生出什么好东西来？”玉秀听完玉米的话，目光白花花的，直了。玉秀到底不甘心，他用胳膊撑住了床面，想起来，脖子却没了力气，脑袋挂在那儿，满头的乱发也挂在了那儿。玉秀歪着脑袋说：“姐，扶我一下，我要去看看，就看一眼，我死也瞑目了。”玉米一把甩开了，冷笑一声说：“死？不是我瞧不起你，玉秀，要死你早死了。”玉秀还支撑了一会儿，但那一口气到底松下去了，躺下去不动了，彻底的安稳了。玉秀好看的眼睛望着天花板，一眨不眨的，目光出奇的清澈，出奇的亮。玉米看着这个嫡亲的妹妹，突然涌起一阵绝望，太伤心了，到底没有忍住，眼泪全下来了。玉米捂上脸，在巴掌的背后咬着牙齿说：“脸都给你丢尽了，